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一说美韩达成协议，美国要派俄亥俄级的导弹核潜艇访问韩国。4月底，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美国，表现出了全面倒向美国，与中国、朝鲜、俄罗斯作对的态度。为了美国的利益，他甚至希望韩国的民众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朝鲜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极力的鼓吹要不计前嫌，与日本精诚合作，共同当好美国的小弟。美国呢，当然要力挺如此给力的尹锡悦了。4月27号，美国宣布将在未来某个时候派遣一艘俄亥俄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访问韩国。这是40年来美国首次公开把核弹头载具派往朝鲜半岛。冷战期间呢，美国曾经在韩国大量的部署核武器。在朝鲜战争停战后不久的1958年，美国就开始了核武器的部署。在最高峰的1967年，核弹头的数量达到了950颗的高峰，足够把整个东北亚毁灭好几遍了。1991年，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从韩国撤走了核弹头，并且声称将依靠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给韩国和日本提供核保护伞。随着朝鲜研制核武器2017年，美韩右翼人物开始鼓吹再一次向韩国部署核武器。但是在韩国固定部署核武器，严重的威胁到中俄的安全，所以呢，美国政府还没有干这种蠢事的胆量。从这次宣布的导弹核潜艇部署来看呢，美国政府也还没有打算完全倒退回冷战时期。一艘俄亥俄级可以携带20枚3x2潜射弹道导弹，一发导弹最多可以携带14个分导式弹头。但是因为美俄之间的战略核裁军协议的限制，多艘俄亥俄级都没有携带这么多弹头，有一些导弹呢可能只带了1枚弹头。但即便如此，它的威力也足以灭国。美国公开派俄亥俄级攻击型核潜艇访问韩国，是可以给一些右翼分子起到鼓劲儿打气作用的。但是从实际的威慑效果来说，把导弹核潜艇派往韩国，无论对中国、朝鲜还是俄罗斯都没有什么影响。中俄本身就是核大国，有自己的核潜艇和核反击力量。朝鲜也不是冷战时期那个无核国家了。虽然朝鲜核武器的具体的数量、部署的方式都严格保密，但朝鲜对核试验、导弹试验是做公开报道的。美国单方面施加核威慑已经不起作用。实际上，美国无论把核武器部署在世界上的哪一个位置来威胁中俄朝，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与俄罗斯可以随时发射核导弹，越过北冰洋，把美国本土变成核废墟。朝鲜已经部署了多个型号的远程导弹、洲际导弹，甚至试验了潜射洲际导弹。据韩联社3月24号报道，朝鲜当天下午2点34分发射了一枚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呢大约是1080公里，但是射高超过了6200公里。射程这么短这么近，主要是为了控制落点，不让它飞得太远的地方。那实际上火星17可以飞得更远。这种高弹道的飞行有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最大射高的2倍基本上就是最大射程的数据。也就是说，火星17可以达到12000公里左右，在朝鲜境内发射，可以覆盖美国全境。如果美国对朝鲜搞核突击，那无非是韩国人民全体的钻山洞，美国纽约变成瓦砾堆。就是不知道这样的交换，美国人肯不肯做？对我们来说如果从具体的军事技术的角度来评估，美国把俄亥俄级潜艇派到韩国来，那简直是好极了，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儿。俄亥俄级一共只有14艘，每一艘都是重要的目标。如果能够探测到它的水深数据，我们就能明确这艘潜艇的具体的身份特征。以后在大洋中，只要听到它的特征声音，就知道是谁来了。这个道理美国人自己也懂。所以这一艘核潜艇即使是访问韩国，也不会离我们太近。3月27号，美国海军洛杉矶级的攻击型核潜艇斯普林菲尔德号就访问了釜山基地。核潜艇的安全操作有严格的要求，不是所有的港口都能容纳核潜艇的。因此，俄亥俄级到访韩国，基本上可以认为也会前往釜山。釜山呢，在朝鲜半岛的东南端，是离中国最远的一个角落。我们的反潜机、水面舰艇都不是很方便前往，但是如果有无人水下航行器能够预先潜伏，在这个地方部署听音器的阵列，就可以实现有效的监视。
在2023年4月的北京雷达展上，有关单位呢已经公开展出了先进的光纤阵列声呐，它的监听能力可以对日韩之间的朝鲜海峡进行覆盖。所以每个人愿意送样品来，我们是热烈欢迎的。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